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在对独行侠的新赛季进行展望之前，我们要先明白，独行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队伍。他被快艇摁在首轮2年，他击败了前一个赛季还在打总决赛的太阳，最终也只是输给了总冠军球队。在卡莱尔走之前，独行侠虽然已经拥有了东契奇，但是这支独行侠仍然是卡莱尔的球队，他们在进攻上打的还是卡莱尔的东西。但在卡莱尔选择离开自己执教多年的队伍，迎来了新的主教练基德，这支独行侠彻底属于了东契奇。不过卡莱尔的离去不意味着独行侠变弱了，东契奇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球员，他喜欢在自己的节奏中打球，而且基德作为卡莱尔的弟子，他当主教练的能力也几乎和他球员时期一样出色。这2年和东契奇的合作下，打造出独行侠这支独树一帜的队伍。独行侠在进攻上极具个人特色的同时，在防守上又推崇团队合作，拥有出色的轮转，这就是如今的独行侠。今天这支影片，鲈鱼就带大家一同来展望独行侠的新赛季将会有怎样的成绩。在基德的调教下，这支独行侠的防守端虽然没有非常出色的单防球员，但是他们的外线轮转防守却做得非常出色。上赛季的季后赛，独行侠之所以能战胜太阳，一方面是因为太阳缺少一名能够惩罚独行侠薄弱外线单防的球星，另一方面，独行侠在防守轮转上也给保罗制造了不少麻烦。要知道，上赛季的保罗在季后赛的首轮可是拥有着极度出色的发挥的，在进攻端轻松串联球队的同时，还能打出出色的个人进攻。在对阵鹈鹕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保罗更是真真正正的百发百中，亲手把自己抬进第2轮。但是在第2轮，保罗却被限制得够呛。虽然一部分原因是保罗自身体力或个人伤病问题，个人进攻不佳，打不开局面，但是保罗的传球也确实被独行侠的外线防守限制了。在和独行侠的第3场比赛中，保罗甚至出现了7次失误。虽然独行侠防守团队性好，但是这支独行侠的防守是有硬伤的，这点是球员的个人能力所限。基德再神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方面，独行侠内线防守堪忧，队伍里缺乏出色的内线防守球员；而另一方面，则是独行侠没有合格的外线单防球员。像太阳有布里奇斯，绿军有斯马特，勇士有维金斯，基本上只要是联盟强队都会有这么几个人。而独行侠外线单防的不过芬尼史密斯。新赛季虽然独行侠还没找到合适的外线单防球员人选，不过内线的防守确实补上了一大块。不要误会，这里说的不是伍德，而是麦基。伍德的防守可是出了名的差，当然他如果能在基德的手下好好训练，肯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的。麦基的护框能力正是独行侠最需要的，上赛季他在太阳的终结能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虽然他的进球和保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你太阳有克里斯保罗，我独行侠也有卢卡东契奇，麦基该吃的饼还是有人为他提供的。防守端上，独行侠是一支绝对团队的队伍，但是在进攻上就是东契奇的一言堂了。东契奇的打法注定了他是很吃球权的一名球员，他很像巅峰时期的詹姆斯哈登，热衷于造犯规杀伤对手罚球得分，拥有独步天下的后撤步3分能力。他是联盟中最强力的那一批单打手和挡拆发起者，但是他的打法和哈登还是有些不同的。一方面，哈登过度依赖魔球打法，缺少中距离的能力，而东契奇并没有这个缺点，他在罚球线上下的中距离投篮和抛投同样出色。另一方面，他和哈登在进攻时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哈登在巅峰的时候，在借助挡拆之后，往往会冲入内线，凭借自己的终结能力来获得得分。而东契奇则会用自己的身体卡住对手，慢悠悠的运球推进，观察对手的反应，再随机应变，选择最好的进攻方式。东契奇是绝对的大核持球选手。上个赛季，东契奇场均持球时间 9.3 分钟，而2018至2019赛季，场均36分的巅峰哈登持球时间就是 9.3 分钟。你可明白这是什么概念？
基本上东契奇在场上的时候，独行侠80%的进攻都由东契奇发起。他能在挡拆上细细地拆解对手的防守，同时也是季后赛第一档的单挑手。东契奇的3分是他的看家本领，即便在赛季初的3分失准后，整个赛季平均下来3分命中率也有35.3%，场均命中3.1记3分。季后赛中打了15场，在对手重点关照的比赛下，也拥有34.5%的3分命中率，场均能命中3.4个3分球。再有就是独行侠的空间型内线是他们的一大特色，大概是拥有过诺维茨基这样的传奇球员。独行侠对大个子白人球员一直颇具好感，特别是一些外线精准的大个子。所以在东契奇2年级时，他们引进了波神。从波神的引入开始，独行侠就明白空间型的内线才能让东契奇更好发挥。而波尔津吉斯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他的低出勤率以及场上收效甚微的作用无法改变球队的命运。于是独行侠只能被动求变，用波尔津吉斯交易换来了丁威迪和贝尔坦斯。丁威迪成为了另一个主要的场上持球点，而贝尔坦斯是有一定威慑力的空间型4号位，站在3分线外足以吸引一定的防守注意力。上赛季独行侠内线是贝尔坦斯和克勒贝尔，他们分别能以37.3%的命中率投进1.1个3分，和以32.5%的命中率投进1.4个，这帮助了独行侠成为西部赛区攻防一体的强队。休赛期，独行侠迎来了伍德，他是贝尔坦斯和克勒贝尔的绝对升级版。一方面，伍德上赛季以39%的命中率可以投进2记3分，并且他在火箭的打法证明了他的支配球能力也是相当出色的。尽管东契奇在场时，伍德的个人支配球能力没有太多发挥空间，不过在接到东契奇的传球后的伍德的2次传球，会成为独行侠新赛季的进攻端利器。伍德的隐患就在于作为一名刺头型球员，他在火箭的时候就表现出极高的心气，而东契奇是独行侠的绝对老大，也不是会忍受他人挑战权威的乖小子。新赛季独行侠的更衣室能否和平，还得看基德的管理能力了。而且伍德的防守急需基德的改造，不然下赛季独行侠的内线在伍德上场的那段时间必然是千疮百孔。独行侠新赛季将迎来健康的哈达威和丁威迪，这样算来，独行侠下赛季后卫线保持强度的同时内线得到补强，再加上基德技战术体系的磨合，球队整体将变得更加默契。不过刚打完欧锦赛的东契奇是否有足够的体能投入到新赛季的征程，能否将上赛季的良好状态继续延续下去，这是我们有待进一步观察的。独行侠在上个赛季突破自我，站在了西决的舞台上，让联盟所有人看到了这支队伍的真正实力。虽然他们流失了2号位得分手布伦森，但整体实力并未下降。经过制服组一系列的引援，在新赛季狂野的西部赛场上，独行侠一定还会让我们大开眼界，冲击总决赛舞台。当然是在个人荣誉方面，他是继比尔拉塞尔、维尔特、张伯伦、贾巴尔、摩西马龙后第5位蝉联过常规赛 MVP 的中锋球员。这是强如奥尼尔和奥拉朱旺等历史级大块头球手们都未能企及的成就。然而令约基奇感到忧伤的原因也是非常显眼、非常扎心的。MVP 球员所在的球队竟连季后赛首轮都过不去，真是太水了。一些来自网络上的批评声不绝于耳。金块全队整体在季后赛中极为平庸的表现，成为了多数人质疑约基奇的理由。然而，只要稍微经过一点理性的思考，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赛季的金块能挺进季后赛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了。而金块制服组在今年夏天痛定思痛，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易操作，就是为了让球队阵容深度得到提升。再加上队内穆雷和小波特2名核心球员的回归，相信下赛季的金块目标会很明确，那就是在季后赛中冲击西部冠军宝座。此外，于约基奇个人而言，他也必然不愿错过立下常规赛 MVP 3连霸的伟业。那么接下来罗鱼就带大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简要分析一下之前的一个赛季金块队战况不佳的原因，并预测新赛季金块将为球迷带来怎样的表现。
过去的2022赛季，约基奇又贡献出了一场场顶级的常规赛表演，他几乎毫无悬念地获得了 MVP， 场均27.1分、13.8篮板、7.9助攻。这项基础数据向我们直观展现了他在每场比赛中完成大号2双的同时，还能够放上非常精准致命的传球。我们通过几段集锦来回顾一下约基奇在上赛季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进攻端的输出能力。约基奇在后场缓缓持球推进，在所有人都认为约老师要准备带球通过中场线的时候，他不按套路出牌，一记超远距离高幅度的吊传，直接找到剩下的坎帕佐，后者轻松上篮得手。再来看这一球，约基奇罚球线附近站好位置做轴，接队友从3分线发起的传球。此时防守重心全部集中到了拿球的约基奇身上，队友顺势穿过2名防守队员，随后约基奇一个侧转身，为队友送上手术刀般精准的传球。我们再从无数影像视频中摘取一小段，看看约老师强大的个人单打技艺。约基奇3分线外对热火悍将阿德巴约的防守，先是右手运球，依靠身体碰撞挤出右路的进攻空间，随后一个转身换成左手运球，接着立刻做出金鸡独立的跳投动作，迎着防守队员高举长臂的干扰射落2分。看完这些常规操作之后，就不用再提那些高阶数据了。要知道，约基奇的各项高阶数据可是排在联盟前列的。毕竟，如果球场统治力是肉眼可见的话，那就不需要数字去过度的赘婿了。然而，纵使有这样一位进攻天才坐镇内外线，球队若没有一名合格的二当家能够撑住场面的话，那遇到其他强队，结果自然是很难有胜算的。金块上赛季最大的问题就是除了约基奇之外，球队第2得分点阿隆戈登场均只能贡献15分。这项数据与全联盟其他队伍中的二当家对比的话，用惨淡2字来形容绝不为过。二当家尚且如此，那就更别指望其他角色球员能站出来。莫里斯、海兰德、杰夫格林、巴顿等人无法在每场比赛中都为球队做出持续而稳定的得分输出。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约基奇率领这样一支缺兵少将、第2、第3火力点较弱的球队挺进季后赛，已经是一件值得金块球迷去肯定的事了。因此，金块若想在战绩上有所变化，在交易市场中肯定要展开一定的行动。于是休赛期，金块管理层送出了蒙蒂·莫里斯和巴顿，交易进来一些新球员，包括波普、伊斯梅尔·史密斯、布鲁斯·布朗。先要简要的说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波普。作为2020赛季湖人夺冠阵容的成员，波普在先前被交易至巫师后，进攻火力没有减弱。上赛季波普的3分命中率高达 39%， 无论是接球后从底角跃起投篮，还是站在弧顶接队友喂饼后的3分球，亦或是积极跑位后晃开防守球员的出手，乃至迎着对手强行打3分命中，这一系列的接球和出球意识，无不反映了波普对自己投3分能力的信心。湖人应该会很后悔送出这名能够在3分线上有强有力发挥的好球员。除了进攻属性外，波普也同样具有优秀的防守能力。新赛季，在马龙教练的指挥下，在以约基奇为舰队核心的战术体系中，相信波普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新的闪光时刻。我们再来说说金块新引援布鲁斯·布朗，这是一名上赛季进步极大的球员，他能在场上胜任多个位置，自身的投射能力也逐渐得到了提升。布朗在进攻端的跑动意识、跑动积极性很高，突击上篮能力、移动速度、制空弹跳力、定点投篮水准也都在线。此外，他在场上空切突篮下的技术尤为精湛。我们通过这一球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出他敏锐的突击嗅觉。布朗抓住了防守者暴露出的一小段可突破空间，接哈里斯的斜传，大步流星地杀入3秒区，然后假动作晃开对手，抛投入网。可以说，布朗是个十足的全面手了。光是上赛季3分命中率 40.4% 的数据，就完全值得教练派给他更多的出场时间和出手机会。本可以获得更大合同的他，选择了金块开出的迷你中产。但愿这样的一种双向奔赴，能同时成就布朗的个人发挥，也成就金块未来更好的战绩。最后是伊斯梅尔·史密斯，这或许是3名新援中对金块下赛季带来影响程度最小的球员了。虽然防守是他的弱项，但他毕竟还是有一定的投射能力的。另外，
他灵活机动的运球水准，也能填补一下主力球员不在场时缺少主控手的小段时间，并且不要忽视他的交易价值，或许能在不久的将来为金块换来不错的球员。这点正是金块制服组看中他的原因之一。新援们给力，老面孔的回归更是叫人期待已久。上一次金块完全健康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是一支在季后赛中极具威胁的球队。随后穆雷受伤下场，金块在季后赛第2轮输给了最终的西部冠军菲尼克斯太阳。那个赛季穆雷打了48场比赛，场均可以砍下21.2分、4.8助攻，三分命中率更是高达 40.8%， 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纪录。穆雷对球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的回归将对球队产生质变。在2019至2020赛季季后赛，他与约基奇一内一外的组合帮助金块屡建奇功，率领队伍一路杀进了西部决赛。在晋级的过程中，曾2次拿出得分50加的表现，打穿了快艇由伦纳德和贝弗利等防守专家组成的坚固防线。还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穆雷，只要在下赛季找回自己的投篮包，在比赛中逐渐熟悉场上的攻防节奏，重新发挥出应有的才能，相信金块全队很快就能再度品尝到穆雷所带来的红利。再就是同样伤愈的小波特了，他在上个赛季只出席了9场比赛，随后便非常遗憾的因伤赛季报销。他迄今为止最巅峰的发挥是出现在2020至2021赛季，那一年他的常规赛场均数据为19分、7.3篮板、1.1助攻，三分命中率竟然是恐怖的 44.5%。原本很多人都期待着他会在上赛季拥有更多持球时间和出手权的情况下，能够在个人数据上实现更多的提升。好在波特还非常年轻，他回归后多样的进攻手段将会大幅度提高金块队的实力。进入新赛季后，丹佛金块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变。过去饱受伤病困扰的他们，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经过几年的沉淀，他们已经拥有了一众天赋满满的球员和足够强大的阵容深度来与 NBA 其他精英球队竞争。金块在攻防两端都没有明显的劣势，他们必将是西部一支不可小觑的队伍。下一个赛季，估计很难有球队敢打包票，自信地说自己可以毫无新赛季都有可能会有黑马球队杀出，掀翻那些老牌强队。那么新赛季的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呢？本期视频鲈鱼就来为大家进行分析预测。首先是 MVP 上面的预测，这边给出2个下赛季最有可能拿到 MVP 的人选，一个是卢卡·东契奇，第2个则是大帝乔尔·恩比德。我们都知道 MVP 的评选标准基本上有3个：出色的个人能力，打出来精彩的个人数据，相对不错的球队配置，能打出联盟前几的成绩，至少不要太拖后腿，个人获胜欲望，这影响到下赛季常规赛球员们为此付出的努力。目前联盟中 MVP 的候选人大概就以下7位：东契奇、库里、约基奇、字母哥、恩比德、杜兰特、莱昂纳德。我们一个一个来进行分析。首先第一个被排除掉的就是约基奇。于老师已经连续2年得到 MVP 了。要知道，即便强如乔丹 NBA 的 GOAT 篮球之神，他也没能拿到过3连 MVP 的成就。1992至1993赛季，乔丹的 MVP 被查尔斯·巴克利夺走，而到了1996至1997赛季，马尔卡隆成为了那个狙击者。乔丹打得不好吗？当然不是，那2个赛季他同样非常有机会拿下 MVP， 但是可能联盟高层的奖项分配，亦或是媒体评审团的审美疲劳，乔丹没能拿到当年的 MVP 奖项。所以约基奇除非是带着金块队现有阵容拿到联盟第1的成绩，否则他的3连 MVP 就如同水中望月，可望而不可及。再说说其他几个人吧。杜兰特和莱昂纳德，他们的常规赛出勤问题导致他们的 MVP 概率很低。字母哥和库里，对于 MVP 没有太多渴望的他们，在常规赛大概率会选择养生打法，积蓄力量在季后赛冲击冠军。而23岁的卢卡·东契奇是最有机会的人选之一。一方面，东契奇持球大核心的打法，就像前几年在火箭队的哈登一般，在数据上面肯定是不吃亏的。而在球队的配置方面，基德构筑起来的防守体系，在上赛季的季后赛就让太阳队头疼了。进攻则有东契奇一律承担。年轻的东契奇渴望这个 MVP。
欧锦赛的参加可能会让他的体力储备有一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也好过休赛期不训练导致的发福身材带来的困扰。另一个有机会当选 MVP 的人就是恩比德。恩比德已经连续2年在和约老师竞争 MVP 的路上落败了，他对 MVP 的渴望是毋庸置疑的。恩比德的个人实力是不用多说的，连续几年的最佳阵容2阵都能够证明他的实力。在球队休赛期进一步补强之后，76人拥有非常好的板凳席强度，新赛季的他们很有机会冲击东部前2，这对恩比德的 MVP 预测前景很有利。DPOY 最佳防守球员罗伯特·威廉姆斯，联盟中的内线大闸有戈贝尔、字母哥、挪威，外线上强力的大锁则有太阳队的布里奇斯、斯马特和维金斯。一般来说 DPOY 大多数时候都是内线球员和锋线球员的自由地。上赛季的斯马特是继加里佩顿之后多年以来第一个后卫线上的 DPOY， 再加上斯马特上赛季总决赛上防守库里的表现实在是不尽如人意，所以2连 DPOY 很难实现了。布里奇斯同样也是 DPOY 的有力竞争者之一，他在防守端的表现同样非常有统治力，同时他也是联盟当中为数不多的铁人，出勤率极高。威金斯同样具有出色的防守能力，但是在常规赛你恐怕不会看到他全力发挥。但是之所以鲈鱼不预测他们成为 DPOY， 正是因为内线球员对这项奖项具有十足的统治力。10几年来，除了小卡、斯马特， DPOY 的人选全部都是内线。在小卡之前得到 DPOY 的锋线还是2003至2004赛季的罗恩·阿泰斯特，当然现在我们要称他为慈善世界和平。来看看上面的这3位内线吧。戈贝尔已经是3个 DPOY 了，他的防守能力真的很强，但是他被小个子军训的名场面实在是太多了，这很影响他在 DPOY 中的评选。字母哥恐怕在常规赛不会这么卖力的防守去争取这个奖项，因此最有可能当选 DPOY 的应当是挪威了。挪威对塞尔提克的防守有怎样的重要性？我想塞尔提克的球迷们应该最清楚。即便是拖着伤腿，场均只能上场30分钟的他，依然拥有着102的防守效率，全队最高，同时也是整个季后赛防守效率最好的中锋。年轻、优秀的身体素质，出色的臂展弹跳，这些都是罗伯特·威廉姆斯的优点。如果他能在新赛季保持健康、保持进步，那么结合塞尔提克的防守效率，以及他们在东部极有可能拿到第1的成绩，罗伯特·威廉姆斯就是 DPOY 的最有力竞争者。下面预测得分王卢卡·东契奇，这个奖项当真的是难以预测。联盟中强力的得分手数不胜数，多兰特、詹姆斯、库里，他们都依然拥有着可怕的得分能力。字母哥、恩比德，稳定的得分数据就是他们的代名词。上赛季的恩比德更是获得了得分王。新生代的东契奇、特雷杨、莫兰特，他们都对得分王这个奖项虎视眈眈。预测得分王的归属，可供考虑的人需要推敲的细节太多，实在是难以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说非要选出一个人选的话，那么鲈鱼认为应该是东契奇。一方面，在东契奇的个人实力上，上赛季他的得分达到了28.4分，已经是非常高了。但你要知道，这个数据可是在他的3分拖后腿的情况下打出来的，而且还有联盟新规的干扰。赛季初期的东契奇3分状态实在差劲，不过今年他在参加了欧锦赛之后，应该得到了充分的热身，不会再出现上赛季的情况了。在季后赛，东契奇的得分更是 NBA 第1。其次，东契奇的球队需要东契奇得分，其他的超级得分手身边，在进攻方面或多或少都会有帮手。杜兰特身边有欧文，恩比德身边是马克西和哈登，特雷杨有莫里，莫兰特所在的灰熊更是团队至上的队伍。但是东契奇，他是独行侠进攻的唯一支撑点，这也是管理层为更好发挥东契奇打法所构筑出来的阵容。助攻王上的预测则是詹姆斯·哈登。上赛季的哈登在经历转会之后，他的助攻次数距离克里斯·保罗也只有1步之遥，非常接近助攻王这个奖项。新赛季的保罗年龄又大了1岁，势必在常规赛更加的划水。哈登的传球能力结合76人阵容现有的得分手，非常有可能成为下赛季的助攻王。毕竟他的传球目标实在是太多了。全能的恩比德，空间型前锋哈里斯，稳定的3D 手塔克，突击手马克西，还有可以吃饼的哈雷尔。哈登可以尽情发挥他在挡拆上的才华。下面说说篮板王，
约基奇非常有机会成为下赛季的篮板王。去年的篮板王之争是戈贝尔和约基奇的秀场，但是在戈贝尔前往灰狼后，唐斯肯定会分去一部分戈贝尔的篮板数据。约基奇非常有机会在自身篮板数据不下滑的情况下得到这个篮板王的称号。最佳新秀应该是保罗·班切罗了，只要班切罗能保持健康，这是一切的前提条件。在切特赛季报销，小脚巴里不够成熟，班切罗的最佳新秀之位在这个选秀小年基本上很难有人可以挑战他。他全面的能力和持球大前锋的打法，很大概率能在魔术队打出出色的数据。2022至2023赛季非常有可能成为新老交替的赛季，以库里为代表的老将们还在为了冠军拼搏，所以他们在常规赛大概率不会有全力以赴的发挥。为防止伤病的出现，留点力量实在是情理之中的选择。而以东契奇、约老师、莫兰特为首的新一代已经在个人奖项上崭露头角了，再加上中生代的字母哥，他们对于荣誉的渴望更加强烈，因此相信他们会在常规赛中打出更加出色的表现。无论如何，下赛季的 NBA 会非常的精彩，这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的事。各位看官可以开始做好心理准备了，新赛季马上就要来了，让我们重启对这些球星们的期待吧。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请点点订阅，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